提一个问题，谁是明朝灭亡的罪魁祸首？其实朱元璋也想过这个问题，只不过他不是从事后归因的角度，而是从事前预防的角度想的。已经见过太多王朝起起落落的样子。今天我们都知道明末党争问题很严重，明末党争的主角就是由东南士人组成的东林党等人。从某种程度上说，是东南士子坑死大明朝也不为过。事实上，东南士人根本不是在明末才崛起的，早在老朱还没建立明朝的时候，他们就已经是朱元璋的心头刺了。今天咱们就来聊聊元末明初张士诚、朱元璋和东南士子的恩恩怨怨。张士诚是江苏泰州人，早年是个私盐贩子。古代贩私盐比今天贩毒严重多了，抓到就杀，所以他早年也是个敢玩命的主。按《明太祖实录》的记载，1353年正月，张士诚向富人家卖私盐，富人抵赖不给钱，还侮辱他，所以他集合手下小弟18人，杀了富商并揭竿而起。这就是著名的18根扁担推翻元朝。这时候的元朝在江南的统治只剩一个空架子，一戳就破。仅仅3月，张士诚的义军打下了第一个城市泰州，以泰州为中心，他的军队开始攻占江苏各地。第2年正月，张士诚以高邮为都城，正式建立大周政权。期间，他接受过一次元朝的招安，又叛变，在1363年自立为吴王。1年后，朱元璋打下南京，仿佛针锋相对似的，也自立为吴王。张士诚问朱元璋是故意的还是不小心的？朱元璋说：“我就是故意的。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？两家地盘离得近，必然要打一架分出谁才是真正的吴王。”至1365年朱元璋进攻张士诚之前，张士诚的地盘2000余里，南到浙江绍兴，北到江苏徐州，西部则以河南汝南、安徽凤阳、江苏盱眙一线为界，把朱元璋的老家都囊括进去了。因为张士诚占据了东南最富裕的地段，所以时人评价元末诸路义军有量最捷，士诚最富。苏州府志说，元代蒙古对南方的剥削极重。后来的红巾军起义时也发了一篇宣言，全文已经亡佚，只留下贫瘠江南、复称塞北2句话。元朝统治时期，政府经常派出官吏和军队到南方搜刮物资，把这些物资运到北方分发给权贵。元朝皇帝刚上台时，为了取得军事首领、部族酋长的支持，对他们大加赏赐，按照不同的地位赐予金银绸缎一类的赏赐。政治上遇到困难时，为了获得他们的支持，也采取这种办法。每次赏赐的数目都很大，往往要用掉全国1年或者半年的收入，国家财政收支的一半甚至全部都给了他们。这些物资是从哪里来的呢？是从全国人民身上搜刮来的。几十年光景造成了贫瘠江南、复称塞北的局面。张士诚起义后占的地盘大部分是自己的老家江苏，古代的统治者又都习惯优待家乡父老，加上张士诚本人就是基层百姓出身，自己也受过元朝的残酷剥削，所以张士诚特别优待治下百姓。他统治时期大力发展水利，并屡屡劝导基层官吏要优待百姓，劝课农桑。在张士诚统治下，东南的赋税远比元朝轻，因此治下的百姓都特别支持他。张士诚的剥削虽然轻，但凭借东南富裕的产出，张士诚的政权成了元末乱世中最繁荣的地方。东南地区自古文人辈出，加上经济的推动，张士诚政权开始了文治化建设，表现在轻视武士、自身腐化、优待文人3方面。而这种乱世动荡之中，不合时宜的文治守成，正是张士诚政权灭亡的原因之一。碍于片子时长，我们只谈张士诚优待东南士子的政策。张士诚对文人的态度一开始就展现了与其他农民起义的不同。张士诚起义之初就十分礼遇文人，他认为元末乱局产生的原因之一就是礼崩乐坏，人伦道义丧失。所以在占据高邮的1354年，张士诚就下令凡知名之士取用之，让这些文人来兴教化故人伦。1356年，张士诚建造了礼贤馆，招募天下文人士子来东南。在元末乱世中，只会写字的文人最为轻贱，但张士诚的礼贤馆一出，一时间天下士子都想投靠张士诚以求安身，但碍于地域限制，最终投奔张士诚的只能是东南士子。对这些士子，张士诚从不吝惜赏赐，
樊郡人以财旺称者接受委爵。张士诚重用文人当官，许多文人成了一方大员。他还大兴科教，刚自立为王的时候，张士诚就下令各县兴办学校，甚至办起了科举，还给其中优秀的学子颁发奖学金，成了东南文人们的名誉校长。最重要的是，张士诚还倡导言论自由。同清代动辄文字狱相比，张士诚治下的东南政治环境还是很宽松的。在张士诚的占领区存在一股文人结社，名叫玉山雅集，其头目是江苏昆山大儒顾荫。顾荫的儿子在元朝做官，顾荫本人也是支持元朝统治的，因此不仅多次拒绝张士诚的征辟，还多次召集文人士子发表反政府演讲。面对这个反政府分子，张士诚一笑了之，不仅不禁止手下的官员和顾荫结交，也不派人监视顾荫的行动。同张士诚相比，朱元璋出身贫农，吃苦更多。朱元璋对权力的集中欲更强。同邻近的江苏、浙江相比，朱元璋老家安徽凤阳极穷。这种不公平的地域资源分配，使得朱元璋更为痛恨江浙人。加上张士诚对东南文人百姓的优待，使得张士诚在东南士林中名声极佳。东南人拥戴张士诚，给朱元璋的统一造成了极大麻烦。所以朱元璋统一后，对东南士人的清算也就开始了。1367年，朱元璋灭张士诚后，杀死了包括神童马玉麟在内的大批文人，另一部分士人则被发配到凤阳劳改。这些人以顾荫和吴中四杰中的杨基、徐奔为代表。这些被发配的人一路上受到虐待，缺医少药，好不容易到了凤阳，生活也是极其凄惨贫苦。杨基就曾写一檄行赠杨仲，回忆在凤阳的日子。后来也有一部分士人被朱元璋提拔了起来，代表有高启、杨基、张宇、王行等人。这些人都是有才能的文人，以为被提拔起来就能再度指点江山。高启甚至一度将朱元璋称呼为圣人，以为圣人治世、贤臣辅政的时代很快就要到来。但很快这些文人的幻想就破灭了。苏州知府尉官修请高启给自己的府衙写个记，这个府衙是张士诚的宫殿遗址，所以高启写的上梁文就有龙盘虎踞4字。1374年，朱元璋以高启写上梁文是为张士诚招魂为借口，将其腰斩。和高启命运类似的文人还有很多。杨基因诬陷而被罢免，死在流放之地。张宇无故被发配岭南，半道接到让他回京的圣旨，张宇惧怕，遂投龙江而死。王行被蓝玉连累，全家被杀。谢肃犯事被杀。唐肃在朱元璋面前横放筷子，意思是自己吃饱了，但是在天子还没吃饱的时候，自己先说吃饱了，就被指责为大不敬，最终被流放。东南士子遭遇可见一斑。很明显，同张士诚相比，朱元璋对东南士子的态度堪称严厉。不仅是对东南文人，有名一代对东南的赋税较其他地方都重。张士诚对东南的统治可以说是正确又不正确的。正确在于他能实行宽松的政治环境，礼遇东南文人；错误在于在大乱之时就实行文治。面对手段阴质的朱元璋，张士诚的失败是注定的。而朱元璋对东南士子的打压也可以说是正确又不正确。正确在于他意识到这是一批动摇王朝统治的不安定分子；错误在于他本可以团结这些人为己所用，却施行酷虐，造成君臣离心离德。作为官僚集团的知识分子，本就是权力的附庸。皇帝与知识分子之间没有本质上的矛盾，完全有调和的空间。允之阙中，宽严相济才是正道。而失去张士诚的庇护，东南文人的命运注定是黑暗的。面对无可奈何花落去的结果，东南士子只能发出伤心莫问前朝事的悲叹。但到了明朝中后期，东南士子又左右了明朝的政局，致使明朝陷入党争，最终明朝在闯王李自成和后金的相互配合下灭亡。坑害东南士子的明朝最终又被东南士子坑死，这也算是因果轮回了。大家对于朱元璋和张士诚两人的不同有何看法呢？欢迎留言讨论。喜欢这期片子的话，请点击订阅，我们下期不见不散。